你有没有接到过一通让你笑着说恭喜，挂了电话却说不出话的电话？对方的好消息像一颗糖，甜的是他，卡在喉咙的是你。你说不清那到底算什么感觉，算不上嫉妒，也谈不上愤怒，是一种更安静的东西，更深，闷闷地压在胸口，像有人无意间把你的人生和他的并排摆在桌上。你低头看了看自己那一份，突然觉得好像缺了一角。今天我不打算告诉你别比较了，因为这3个字从来没治好过任何人。就像你胃疼的时候，别人说多喝热水，道理都懂，但那股子绞痛还在。我想跟你聊的是一件更真实的事，你明明在走自己的路，眼睛为什么一直追着别人的终点线？而那条终点线，它真的属于你吗？如果你愿意留到最后，在视频结尾，我会和你一起为这份藏了太久的疲惫好好的祷告一次。那段祷告是我从心底想替你说的话。比较这件事从来不会在某个戏剧性的瞬间击中你，它更像一场慢性中毒，一条群聊里的截图，一次饭局上随口蹦出来的数字，一个你本来根本不在意却突然开始留心的人的近况。你坐在座位上，嘴角挂着得体的微笑，心里某个地方已经开始塌了。你比过收入，比过房子，比过谁的婚礼更体面，谁的孩子更出色。你比过谁的事业走得快，谁的运气好像从来不缺席。甚至在信仰里你也在比，为什么他信主2年就翻了身，你信了10年还在原地踏步？为什么他祷告完就有平安，你跪完了起来膝盖疼心也疼？这些话你不敢说出口，因为一说就有人安慰你，上帝对每个人有不同的计划呀。你笑笑点头，但心里那句话还是咽不下去，那我的计划到底被排在第几页？说真的，比较最狠的地方不在于让你看见别人拥有的多，在于它让你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不够，不够聪明，不够努力，不够被爱，不够被记得，一层一层的把你从里往外掏空。可如果我告诉你，你掏空自己的方式从一开始方向就错了呢？圣经里有一句极其清醒的话，加拉太书第6章第4到5节，保罗写给当时一群同样互相比较、互相较劲的基督徒，个人应当省察自己的行为，这样他所夸口的就专在自己，不在别人了，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。保罗没有说别看别人，他说了一句更尖锐的，你唯一需要审视的是你自己有没有走好手上这一段。你的包袱是你的，他的行程是他的，2张试卷的考题都不一样，拿一张数学卷子去和一篇作文比分数，你觉得公平吗？上帝发给每个人的从来不是同一套题，你之所以觉得自己落后了，是因为你拿别人的答案当了标准答案，但那只是他的答案，对应的是他的题目，他的人生，他被允许走的那条路。你那份考卷上写的字，只有一个人看得懂全貌，那个人恰好就是出题的那位。我想让你做一件事，在脑子里搭一个画面，一条马拉松赛道，你跑在自己的车道上，心跳稳定，步子扎实，汗在往下滴，但你还撑得住。然后你余光一扫，旁边车道上那个人已经跑到了你前面300米，你呼吸乱了，你咬牙加速，你开始拼命蹬地，每一步都在跟他较劲。但你漏掉了一件事，他的赛道和你的根本不通向同一个终点。你在跑一场上坡的山路越野，背上绑着30公斤的行李，他在海边平路上慢跑，风吹过来还凉快。你脚下是碎石和泥泞，他脚下是塑胶跑道。你们的终点不在同一个坐标，你们的裁判也不是同一个人，可你只看到了一帧画面，他在你前面。于是你心里升起一个念头，我太慢了。这个念头会杀人的。他的方式很安静，用一种绵长的日复一日的自我否定，每天磨掉你一点点信心，直到有一天你坐在路边，鞋也不想穿了，终点也不想看了，觉得自己根本不配完赛。朋友，你不是太慢，你是盯错了参照物。你的速度只应该和昨天的自己比，你的位置只有终点线那端等着你的人有权评判，而那个人
恰恰就是上帝。星辰和终点线都是要门票的，别人的捷报刷屏也是免费的，但你不必因为看见别人跑在前面，就觉得自己的路走错了。总有一天你会发现，最亮的那颗星从来都不赶路。如果刷到别人好消息这件事无法避免，那我们能不能把每一次心里发酸的瞬间，变成一个把目光拉回自己赛道的提醒？不是压下去，是转个方向。好，接下来这期视频，我想和你拆开3件事。第一件，比较为什么会让你瘫痪？这件事的根比你以为的要深得多。它表面上是你跟别人比，骨子里是你在怀疑上帝是不是跳过了你。第二件，上帝面对不公平这3个字的回应，比任何安慰都要颠覆。他的解法从来不是叫你闭眼别看，他是要亲手拆掉你脑子里那个评分系统。第3件，圣经里有一个女人，她的大半辈子都活在比较的阴影下，她被忽略，被排第2，被当成替代品。但就是在所有人都看不见她的时候，上帝第一个看见了她。她的名字很少被提起，但她的故事可能就是今天你最需要听到的。留下来，到最后的祷告里，我会陪你一起把那些深夜咽回去的委屈、不甘和那句一直堵在喉咙里的为什么偏偏不是我，痛痛快快地说给上帝听。我们先来碰那个最扎心的问题，比较到底在比什么？你可能觉得你在比财富、比速度、比谁先抵达，但再往下挖一层，你会找到一个你一直不太愿意面对的东西。你真正在比的是被看见的程度。你看到别人被提拔，你心里那股酸不是冲着那个头衔去的，你酸的是为什么他的付出被认可了，我的好像被跳过了。你看到别人的祷告似乎灵验，你心里那一拧不是在质疑信仰，你拧的是上帝会不会对我按了静音。比较的底层逻辑从来不是你有的我没有这么简单，它的真名叫我是不是被遗忘了。这份恐惧很真实，真实到你不敢拿出来讲，因为一讲显得你小气，你不属灵，你信心不够，所以你把它塞回去，你笑着说感谢主，你继续跑，但每一步都跑得越来越累，因为你的脚在自己的赛道上，你的眼睛却一直挂在别人的背影上。但我想跟你说一句，你可以承认在乎，在乎不丢人，渴望被看见不丢人，想要自己的人生也有高光时刻更不丢人。野心从来不该是一件让人觉得羞耻的事。问题从来不出在你在乎的太多，问题出在你在乎的方向被悄悄拐跑了。诗篇第139篇第16节说了一句话，如果你今天只带走1节经文，带走这句我未成形的体质，你的眼早已看见，你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度一日，都写在你的册上了。希伯来原文里你所定的日子那个词，它的本意不是被倒数的天数，而是更接近于被精心塑造的时段。上帝给你定的从来不是一个截止日期或一个交卷日期，他定的是你被打磨的整个过程。每一段等待，每一次看着别人先到终点的酸涩，都被写进了那本册子里，一个字都没落下，一页都没跳过。你觉得你被遗忘了？翻翻那本册子吧，你的篇章写得密密麻麻，只是翻页的手不在你这里，在他那里。而他翻页的速度从来不看隔壁赛道跑了多远，他只看你准备好了没有。这6个字可能是今天整期视频里最重要的6个字，因为你一直以为自己落后的原因是不够快，但真实情况是你还在被打磨。你的赛道之所以看起来比别人长，比别人弯，不是因为上帝把你排到了队尾，是因为你身上要带的东西比别人重，你要穿越的地形比别人复杂，而你抵达之后要站上去的那个位置需要的承重能力比别人大。磨刀要时间的，而刀不知道自己正在被磨，他只觉得疼。好，现在我们来拆第2件事。如果比较的底层恐惧是我是不是被遗忘了，那么紧跟着的第2个问题，你一定在心里问过：上帝，你公平吗？你没好意思说出口，但你想过，你可能不止想过一次。你看着那些似乎什么都不缺的人，再低头看看自己，
明明也很用力，明明也很认真，明明也跪下来祷告了很多很多遍，为什么轮到你的时候，好运就绕道了？有些人天生就踩在了3楼阳台上，你从负1楼往上爬，爬到了2楼，喘着气抬头一看，他还在你上面。你想说不公平，但你害怕说，因为在你的认知里，说上帝不公平，等于说你信心不够。我听你说，你觉得不公平，不是因为你信心差，是因为你在用人间的那把尺子量天上的账，而那把尺子恰恰就是上帝要从你手里拿走的东西。耶稣讲过一个故事，马太福音第20章，这个故事不太有名，但它扎心的程度远超大多数鸡汤。一个葡萄园的主人清早出去雇工人，他跟第一批人说好了1天1钱银子，这些人点了头就进去干活了。到了上午9点，他又出去，在街上看见闲站的人，说你们也来吧。中午12点又去了一趟，下午3点又去了一趟，最后下午5点离收工只剩1个小时了，他又出去，看见还有人在那儿站着，他说你们怎么不去做工？那些人说没有人雇我们。你听见了吗？他们不是不想干活，他们等了1整天，他们站在那条街上，从天亮站到天黑，每1个小时都在盼着有人选他们，不是懒，是没被选上。然后主人说了一句话，你们也进去吧。到了傍晚发工钱的时候，最后来的那批人只干了1个小时的，先领1人1钱银子。那些从清早就开始干的人看见了，心里一阵激动，那我们岂不是能拿更多？结果也是1钱银子，他们炸了。这些最后来的只做了1小时，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？我们整天劳苦受热，凭什么？你知道主人怎么回的吗？他没有道歉，没有解释，他说了一句让所有自以为懂得公平的人闭嘴的话：朋友，我不亏负你，你跟我讲好1钱银子，我给了，我愿意给那后来的和你一样多。难道我的东西我不能随自己的意思用吗？还是因为我慷慨你就嫉妒了？你知道这个故事在打碎什么吗？它打碎的不是公平，它打碎的是你对公平的定义。你以为的公平是付出越多收获越多，先来的先得，努力和回报成正比。但上帝的公平从来不是这把尺，他的公平长这样：你需要的我给你，不是因为你比别人更配得，是因为你是我的。你不需要跟任何人比工时，你不需要拿你的苦来换我的好，我给你，因为我愿意给你。这段话如果认真读进去，它会把你脑子里那个评分系统彻底拆了。你以为自己在跟别人比速度，其实你在跟上帝讨价还价。你以为的不公平，本质上是你在说我做了这么多，你欠我一个结果。但他不是你的甲方，你不是他的承包商，他跟你之间的关系从来不是一份绩效合同，那是什么？是一份写了你名字的手稿，从第1页到最后1页，只有一个作者，只有一个主角。你不需要跟任何人竞标这个角色，因为没有人能替代你，这不是你争来的。你被写在里面，是因为有人想把你写进去，他的笔从来没有停过。我知道你此刻脑子里在想什么，你在想道理我懂，但我做不到不比，做不到就对了。你是人，不是算法，你没有一个关闭比较功能的按钮，你不可能在下一秒就突然放下所有人在你耳边炫耀的东西。但你可以做一件事，换一个你比较的对象，别跟他比，跟昨天的自己比。你昨天还在哭，今天点开了这个视频；你昨天还觉得自己撑不住了，今天你还在。你昨天跪下去的时候觉得天花板就是尽头，但你还是跪了，你起来了，你活着，你在这儿。你觉得这些不算什么？这些算。每一个你觉得不值一提的坚持，在那本册子上都被记了一笔。你以为信仰是一场跟别人的竞速赛，但它从来不是。如果非要给它一个比喻，它更像学走路。你见过哪个妈妈因为邻居的孩子先走了一步，就觉得自己的孩子有问题吗？她只会蹲下来，张开手，说没事，慢慢来，我在这儿接着你。上帝蹲着呢，手一直张着，他没看你跑了多远，他在看你愿不愿意继续走。我说过今天要给你讲一个人，一个活在比较阴影下的女人。
他在圣经里的名字远不如他妹妹响亮。很多人读创世纪的时候，眼睛一到他那几章就快速划过去，因为所有的光都打在他妹妹身上。他妹妹漂亮，他不够漂亮。他妹妹是被选中的，他是被安排的。他妹妹是爱情，他只是一场交易。他叫利亚。创世纪第29章记载，雅各为了娶他妹妹拉结，替舅舅拉班白干了7年。7年啊！圣经用了一句让所有人都心疼的话，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7年。他因为深爱拉结，就看这7年如同几天。7年如同几天，这是整本圣经里最浪漫的一句话之一。但这句浪漫跟利亚没有一丁点关系。新婚之夜，拉班使了一个局，把利亚塞进了洞房。雅各第二天早上醒来，发现枕边人不是他等了7年的那一个。你能想象利亚的心吗？他知道，他从一开始就知道，他想要的不是我，他等了7年的那个人不是我。他看着我的脸的那一秒的失望，我这辈子都忘不掉。但他还是嫁了，他没有选择。在那个年代，他的人生不由自己说了算。他被安排进了一段他知道自己永远排第2的婚姻里。利亚的一生就是一场漫长的比较，她和拉结比容貌输，比丈夫的爱输，比在这个家的分量输。她拼命生孩子，第一个儿子叫流便。她给他取这个名字的时候说的话你知道吗？耶和华看见了我的苦情，如今我的丈夫会爱我了。他在用生育换爱情。第二个儿子叫西缅，耶和华因为听见我被冷落，又赐给了我这个儿子。第三个叫利位，这次我丈夫一定会跟我亲近了，因为我为他生了3个儿子。你听出来了吗？3个孩子，3次命名，每一次起名都是一声卑微的小心翼翼的祈求。这一次他总该看见我了吧？可他一次又一次的失望。拉结依然是被爱的那一个，利亚依然是被多给的那一个，像补偿，不像奖赏。如果故事在这里停住，它只是一则关于不幸婚姻的古老记录，但它没有停。第4个儿子出生了，利亚给他取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名字，犹大。这个名字的意思是，这一次我要赞美耶和华。没有了，他不再说我丈夫会爱我了，不再说他会看见我了，不再拿自己跟拉结比较，不再用成果换认可。他把眼睛从雅各身上挪开了，他第一次不看旁边的赛道了。而犹大这个在赞美中被生出来的孩子，后来成了以色列最重要的一个支派的起源。耶稣基督来自犹大的后裔。你听清了吗？上帝选择让自己的儿子不是从被宠爱的拉结的血脉里来到世间，而是从那个一辈子被忽略、被比较、被当成替代品的利亚的后代中走出来。全世界都觉得拉结赢了，但写结局的那位把最大的一笔落在了利亚的页面上。他到死可能都没看到这个结局，但那本册子上写得清清楚楚。你现在可能在想，利亚的故事很动人，但他毕竟是圣经里的人物，离我太远了。我的处境没有那么戏剧化，我没有一个拉结站在我旁边跟我抢丈夫。真的吗？你没有拉结？那个你打开朋友圈就忍不住看他动态的同事，不是你的拉结？那个跟你同一年毕业、起点差不多，现在却活成了你梦想模板的老同学，不是你的拉结？那个在教会里祷告总被人说好有感动，而你跪了半天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利索的姐妹，不是你的拉结？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个拉结，有时候他甚至不是一个具体的人，他是一种你心里挥之不去的影子。如果我是他就好了的那个他，你不恨他，你甚至可能真心喜欢他，但每次看到他，你心里那根弦就崩一下，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，是因为他的存在本身就在提醒你，你不够。利亚过了大半辈子才学会的事情，我今天想替你缩短这个过程。你不需要等到第4个孩子出生才醒过来，你只需要看清一件事，你盯着的那个人，他拿到的剧本撑不了你的戏。拉结的人生好吗？从外面看好极了，被爱、被选中、被记得。当你翻翻创世纪后面几章，就会发现拉结一辈子最大的痛恰恰也是比较。他比不过利亚的生育能力，他对雅各喊出过一句几乎崩溃的话，你给我孩子，不然我就死了。被爱的那个人活得也不轻松，
所以问题从来不是谁的剧本更好，问题是你拿着自己的剧本，眼睛却一直在读别人的台词，你当然演不好，你连词都对不上。说到这里，我想暂停一下，因为我发现自己讲着讲着，好像在扮演一个什么都想通了的人，但我不是，我也比过，我不是站在高处跟你说这些话的，我是坐在跟你一样的位置上，甚至可能坐得比你更低。我也接过那种让你笑着说恭喜，挂了电话整个人沉下去的来电。我也在深夜刷到过一条消息，刷完之后把手机扣在胸口，盯着天花板，脑子里只剩一个问题：为什么不是我？这6个字我说过不止一遍，在心里说的，从来没对任何人讲过，因为一讲就显得你格局小，显得你不知足，显得你不够属灵。但说实话，那些凌晨翻来覆去的夜晚，我连祷告都不想祷告，不是不信，是觉得丢人，觉得自己连信仰都信得这么计较，这么小家子气，上帝大概也会嫌弃吧。所以接下来这段话，我不是讲给你听的，我是讲给我自己听的，你愿不愿意陪我一起听完？我后来想明白了一件事，想明白的那天没有任何戏剧性的场景，没有异梦，没有神迹，没有一束光打在我脸上，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下午。我在翻圣经，读到了一段以前读过很多遍，但从来没有真正撞进来的话。耶利米书第29章第11节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以前我读这句话，当它是一句安慰人的金句，微信签名里放一放，手账本上抄一抄，觉得暖暖的，然后就翻过去了。但那个下午，我突然注意到了一个我以前忽略的细节，这段话的上下文，这不是一句上帝在风和日丽的时候说的鼓励的话，这是耶利米写给一群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的信。他们被强行从家乡带走，圣殿没了，家没了，国没了，他们住在敌人的地盘上，他们每天都在问上帝，你忘了我们吗？我们被跳过了吗？别的民族好好的，为什么偏偏是我们被丢在这里？他们在比较，跟过去的自己比，跟周围的民族比，跟那些没有被掳走的人比。然后上帝通过耶利米传了一封信来，这封信的前面几句更有意思，他没有说我马上来救你们，他说的是你们要盖造房屋，住在里面，栽种田园，吃其中所产的。意思就是别等了，在你现在站着的地方扎根。你没听错，上帝不是说忍一忍很快就把你接走，他说的是你现在待的这个地方虽然不是你想要的，但你给我认真活，盖房子，种菜，生孩子，过日子，把你的根扎进这片你以为不属于你的土里。然后他才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。这个顺序很重要，他不是先给你看蓝图再叫你安心，他是先叫你安心，再慢慢展开蓝图。你想要先看见终点再开始跑，但他要你先跑起来，在你自己的赛道上，不看别人的跑起来，然后终点自己会出现。你知道这段话最颠覆我的地方在哪儿吗？不是赐平安的意念那半句，是前面3个字，我知道。不是我会给你，不是我保证，是我知道。他在说，关于你的未来，我已经知道了。我不是正在想办法，不是正在开会讨论，不是在权衡要不要帮你，我已经知道了，方案已经定了，写好了，落笔了。你还在猜的事情，他已经知道了；你还在怕的事情，他已经看见了结局；你还在拿自己跟别人比的时候，他已经在你的那一页上写完了最后一段，你只是还没翻到那一页而已。但翻页的人不会忘记你在第几章。我可以承认羡慕，可以承认心酸，可以承认看见别人好消息时心里那根弦响了，但我拒绝因此贱卖自己的故事，因为我的故事不是批发的，它是手写的，一笔一画，每一个弯，每一个停顿，每一处看似多余的空白，都是作者留的。你的也是。利亚等了4个孩子才学会不看拉结，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人等了70年才回家。葡萄园里最后1个小时才被雇的工人站在街上等了1整天，他
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在所有人都觉得他们被跳过的时候，写故事的那个人没有跳过他们，一个字都没有。你以为你在等上帝给你一个结果，但也许上帝在等你抬起头来，不再看旁边那条赛道。也许他一直在等你说出利亚说的那句话，不是这次他总该爱我了吧，而是这一次我要赞美你，不是因为我终于拿到了什么，是因为我终于不再追了。这一刻比较松手了，不是因为你赢了，是因为你终于不玩了。最后一件事，也是今天我最想留给你的一件，当你真的把目光从别人赛道上收回来的那一刻，你的世界会发生什么？我以前以为不比较之后的感觉大概是一种看淡了的平静，像老僧入定，什么都不在乎了。不是的，那种感觉更像你在一间很吵的屋子里待了很久很久，耳朵都快聋了，然后有人把门打开了，你走出去，外面很安静，风吹过来，你深吸一口气，你的第一个念头不是我终于解脱了，而是原来我已经这么久没有好好呼吸了。比较偷走的不是你的快乐，它偷走的是你感受自己人生的能力。你一直在看别人跑了多远，以至于你忘了低头看看你自己脚下的路，其实也挺美的。那些弯道，那些上坡，那些让你累得喘不过气的碎石路，它们塑造了你，它们是你的。别人的柏油大道再平再直，那不是你的风景。当你真正收回目光的那一刻，你会重新获得3样东西。第一样，呼吸。你会发现你终于可以不带愧疚地承认自己的节奏，慢就慢了，弯就弯了，你不再需要为自己的时间表向任何人道歉。第二样，你自己的声音。比较最大的副作用是，它让你活成了别人期待的回声。你追别人的目标，走别人验证过的路，用别人的标准丈量自己的价值。你太久没有问过自己，如果没有任何人在看，我真正想走的是哪条路？当比较安静下来，你会第一次清晰地听到那个声音，它可能很小，但它是你的。第3样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样，你会重新看见上帝，不是那个你以为偏心的上帝，不是那个似乎总把好东西先发给别人的上帝，而是那个在所有人都跑过去之后，安安静静蹲在你面前，手一直张着的上帝。他等了你很久，不是等你跑到第1名，不是等你拿出成绩来证明自己，他等的是你终于肯看他一眼，不是一边跑一边焦虑地瞥他一下，而是停下来，站在你自己的赛道中间，看着他说，我不跑了，不是因为我放弃了，是因为我终于明白了，你给我的路不需要跟任何人的一样。你穿着高跟鞋追了别人半辈子，脱下来才发现你更知道自己要往哪儿走。这不是认命，这是你这辈子做的最清醒的一个选择。因为认命的人会停下来，而你只是换了一个方向在走。你不再追别人的影子了，你开始追自己的轮廓。你知道吗？比较这件事最讽刺的地方在于，当你终于停下来不比了，你反而会发现自己跑得更快。不是因为你更努力了，是因为你终于不拧着跑了。以前你一边跑一边扭头，脖子酸，脚步乱，呼吸全卡在喉咙里。现在你面朝前方，步子自己就顺了。这就是自由的感觉，不是什么都不在乎了，是你终于搞清楚了什么值得你在乎。我想在祷告之前再给你一样东西，一个你可以带走的画面。你有没有见过赛道终点那一幕？不是冠军冲线的那一幕，那个画面你见太多了。我说的是最后1名。马拉松比赛里总有一个人跑在最后面，观众席已经散了一半，摄像机早就对准了别人，领奖台上的人已经挂好了奖牌，拍完了合影，而这个人还在跑，没有人给他加油了。赛道两边安安静静的，只有他自己的脚步声和他自己的呼吸。他知道自己拿不到名次，他知道没有人在终点等他拍照，他甚至知道明天的新闻里不会有他的名字，但他还在跑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的终点线不是给别人看的。他跑完全程的那一刻，他要证明的只有一件事：我能。
不是我比谁快，不是我超过了谁，不是我的成绩排在第几，就是4个字：我能跑完。当他跨过那条线，哪怕身边一个人都没有，他知道他赢了。赢的不是比赛，赢的是自己心里那场仗。朋友，你的信仰之路大概率不会是一场众人欢呼的冲刺，大概率没有烟花，没有颁奖，没有人把花环戴到你头上，但你会跨过那条线，而在那条只属于你的终点线后面，有一个人一直在，他没有走，观众散了，他没散，摄影机关了，他还看着，他站在那里，就等你跑完这最后一步。然后他会做一件事，不是递奖牌给你，不是告诉你你的排名，他会说：好，你来了，我知道你会来的。这句话比世界上所有的名次加在一起都值钱。好了，我说完了所有我想说的，现在我想和你做一件事。今天的祷告，我不想用那种很正式的方式，不想端着，不想背词，我想像朋友一样，就这么跟上帝说说话。你可以闭上眼睛，可以跟着我一起开口，也可以什么都不说，就在心里听。好，我们开始。亲爱的上帝，我不知道现在在听这段话的人今天经历了什么，但你知道，你比他们自己还清楚。有些人今天笑了一整天，但笑容底下压着一口气，那口气他们自己都说不清是什么。有些人今天又打开了那个人的朋友圈，看了一遍锁屏，然后对自己说我不在乎，但心跳骗不了人。有些人今天接到了一个消息，别人生了，成了，到了，他们说了恭喜，挂了电话，然后在沙发上坐了很久。那种感觉他们说不出口，不是嫉妒，不是愤怒，是一种更深、更闷、更安静的东西，像胸口被人轻轻按了一下，不疼，但堵。上帝，你看见了，你看见他们在人前很好，在夜里很累，你看见他们努力了很久，认真了很久，坚持了很久，但好像所有好消息都绕着他们走了一圈，然后落在了别人头上。你看见他们跪下来的时候，嘴里说着感谢你，心里想的却是为什么不是我。他们不好意思说，因为一说就显得小气，显得不知足，显得信心差。但你不会这么想，对吗？你不会嫌弃一个诚实的人，你从来没有嫌弃过。所以今天我替他们说了，上帝，他们累了，不是身体的累，是那种比了太久，追了太久，看了太久别人的路之后，忽然发现自己已经不记得自己的路长什么样的累。他们的眼睛一直挂在别人身上，他们的尺子一直量着别人的进度，他们把自己活成了别人的参照物，却把自己的故事弄丢了。上帝，今天请你帮他们把故事捡回来。我知道你给每个人写的剧本不一样，我知道，但知道和接受之间隔了一整条旷野。他们走在那条旷野里，有时候觉得你近，有时候觉得你远得像另一个星系。有时候他们信你，有时候他们怀疑是不是自己不够好，所以你才不回应。他们不敢承认自己在比较，因为比较这2个字在信仰里像一个脏词，一说出来好像就等于承认自己不够爱你。但你造了他们，你知道他们是什么做的，你知道他们的心是肉长的，会疼，会酸，会在看见别人被偏爱的时候忍不住想，那我呢？今天我不求你拿走他们比较的能力，那不现实。我求你做一件更小但更深的事，帮他们换一个方向，让他们的眼睛从别人身上挪开，不是用意志力硬掰，是你亲手轻轻地把他们的脸转过来，让他们看见你，让他们看见你手上那本册子，上面写满了他们的名字，他们的日子，他们以为没人记得的每一个凌晨，让他们看见他们没有被跳过，一个字都没有。上帝，今天在听这段话的人里面，一定有人已经在这场比较里受伤很深了。有人因为比不过同事，开始怀疑自己10几年的努力是不是个笑话。有人因为比不过别的家庭，觉得自己给孩子的不够好。有人因为看见别人的祷告好像很快就被回应了，开始怀疑你是不是对他们按了静音。
那份怀疑很痛，因为他们不是在怀疑别人，他们在怀疑你。而怀疑你这件事本身又让他们觉得自己很糟糕，他们被困在一个循环里，比较、受伤、怀疑、自责，更拼命的比较，更深的受伤。今天请你打断这个循环，不是用一句安慰的话，是用你自己，你亲自来，站在他们面前，不是站在终点线那头远远的招手，是走到他们身边，蹲下来，看着他们的眼睛，对他们说，你不需要跑赢任何人，你只需要继续走，我在。亲爱的上帝，我也为那些不敢承认自己在乎的人祷告，他们把野心藏得很深，他们渴望被看见、被认可、被选中，但他们不敢说，因为周围的声音告诉他们，知足常乐，不要贪心，你已经很好了。他们点头微笑，然后把那份在乎塞回口袋里，假装它不存在，但你知道它在。你放在他们心里的那团火从来没有灭过。今天我想替他们说，在乎不丢人，渴望不丢人，想让自己的人生也有一个高光时刻不丢人。你给人的野心不是用来羞耻的，它是用来追你的。帮他们分清楚两件事，追你给的那条路和追别人走过的那条路不是一回事，前者是信心，后者才是比较。让他们带着野心回到自己的赛道上，不低头，不道歉，不为想要更好的人生而觉得抱歉，因为你造他们就不是造来认命的。最后，上帝，我想为一件很小的事祷告。今天当他们关掉这个视频，放下手机，回到那个充满比较的世界里之后，请你给他们留一样东西，不是一个答案，不是一句金句，不是一个想开了的顿悟，给他们一口气，一口可以支撑到下一个路口的气，一口我不知道终点在哪儿，但我还可以再走一步的气，一口我今天又看到别人跑在我前面了，但我今晚不打算失眠了的气，就一口够了。明天再给一口，一口一口的撑到他们翻到自己那一页的那一天。我相信那一天会来，因为你说过了，你向他们所怀的意念是好的。你的册子上他们的篇章写得密密麻麻，你翻页的手不看隔壁赛道，你只看他们准备好了没有。今天他们可能还没准备好，没关系，你等得起，你一直等得起。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谢谢你看到了这里，我知道这个视频很长，你能留到现在，说明你心里那根弦被碰到了。别否认，也别急着合理化它，让他想一会儿。如果你今天只带走一句话，带走这句，别在别人的赛道上找你的终点线，你的终点只有写剧本的那个人知道在哪儿，而他不会把你的那一页记错地址。如果这段祷告让你心里某个绷了很久的地方松了一下，你不用跟我说，但你可以做一件事，把这个视频发给一个你知道也在暗暗比较的人，你不用附带任何文字，发过去就好。有时候一个我懂比100句加油管用。在评论区，如果你愿意留下一个阿们，不用解释，我会看见，我们都会看见。最后我想说，别再追别人的光了，你脚下的路本身就在发亮，只是你低头赶路太久，忘了往下看一眼。